Hello，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极境之美，我是 Melvin。上一集呢，我们一起走过了情欲的孤独、语言的孤独和革命的孤独，那些在贴近、表达与改变中诞生的寂寞。而今天呢，我想要带大家往更深的地方走。蒋勋说，孤独从来不是表面的现象，它深藏在我们最根本的行为里：思考、受伤、选择。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进入孤独6讲的后3卷。思维的孤独，当我们不再被允许静静想一件事的时候，孤独就开始了。暴力的孤独，当语言与理解都断裂，只剩下权力的时候，孤独最深。伦理的孤独，当世界喧嚣已至，而你选择坚持不同，那种静默的站立就是孤独。这3种孤独呢，可能没有眼泪，却更具有重量。而我们愿不愿意学会与他们共处呢？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第4幕：思维的孤独。当世界要你快点回答，而你选择先沉默。你有没有发现，现在要一个人安静地想一件事变得越来越难？我们每天接收的资讯、推播、社群讯息，就像洪水一样涌来，连沉思都是一种奢侈。在还没有厘清自己的感受之前，就要表态。在还没有理解之前，就被要求要选边站，而真正愿意慢下来思考的人，常常看起来不合时宜。蒋勋在《思维的孤独》当中这样说：思辨的过程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在做周密的思考前，不会立刻下结论，他们会从各个角度去探讨，再从推论的过程中整理出自己的想法跟看法。孤独是一种沉淀，而孤独沉淀后的思维是清明。那这句话也让我想到，我们太习惯把思考当成一种立即反应的技能，却忘了真正重要的想法往往不是在对话当中产生的，而是在沉默当中慢慢厘清的。思考从来不是为了取悦别人，不是为了效率，它是一种慢慢的面对自己、梳理世界与现实对话的过程。但这个社会不容许你这么慢，所以选择思考的人注定要孤独。那我想要第一个和大家分享的是现象学哲学的视角。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当中谈到被抛这个词，他说的意思是，人一出生就被丢进语言、社会和规范里，我们没有选择这些东西，但必须用自己的方式去承担。而这个承担的起点其实就是思考，不是别人说什么我就相信，而是我愿不愿意重新问自己一次：这个世界是什么？我在其中的位置是什么？这种存在的反思从来就是孤独的，因为它不能委外，也不能速成。那我们可以看到海德格尔呢，他区分了沉思性思维与计算性思维这2种。他也说过，我们越会计算，就越不会思考。海德格尔在这种情况下想要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一个过度追求效率的世界，导致人们忘记如何真正的思考。当我们总是在寻找立场、答案和方法，我们就已经不再与存在对话，只是把问题变成工具来处理。而真正的沉思是对存在提出问题，而不是对现象做出判断。这种沉思注定是孤独的，因为它不能被流程化，也不能被替代。另外，我们从神经科学的视角，我们会看到一个模型叫预设模式网络 DMN。 当我们放空不说话独处的时候，大脑中这一组名为预设模式网络 DMN 的这个系统呢，就会被启动。这个区域呢，会负责整合记忆、想象未来和建立自我意识。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形成我是谁的时候，不是在交谈，而是在安静的想的时候。那还有一点呢，我想要强调， DMN 是一种与自传性记忆与自我建构高度相关的神经回路。那研究也发现，缺乏预设模式网络活动的人，常常会感到自我感模糊与方向失控。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经历独处、默想、内在梳理的时间，你其实并不太能知道你到底是谁，你只是在不断的反射环境的声音。而当这样的静默被打断、压缩、否定，
我们的大脑就会变得习惯反射回应，而不是做深度的整合。久而久之，我们失去的就不只是专注力，更是对自我内在的一种认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教育与学习心理学的视角。认知心理学家罗伯特·比约克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有建设性的困难。意思是说，学习中真正有效的时刻，不是你马上理解的时候，而是你暂时困住，感到模糊，不得不自己想办法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学习与思考的时候，一般都需要经过一段所谓的悬荡的时间。但当我们不允许自己去思辨，不接受自己短暂的不理解，我们就会用模板、口号、快速意见来掩盖真实的空白。这其实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虽然我知道我提出可能一集节目里面我说10点大家可以快速理解这个议题的点，快速的整合的模板或口号，大家更可以快速的理解，也更会喜欢。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是用这种快速的意见来掩盖真实的空白，它其实是并没有那么有效率的。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子，不如我提出更多的问题，让大家去做自己内心的思考。那这样呢，我也觉得思维的孤独其实就是一种学习的诚实。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当代社会学的视角。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这一本书当中指出，现代社会里风险不再是外部危机，而是来自资讯过剩与决策焦虑。每一件事都有评论、立场、算法与立即回应的压力，让我们陷入一种不表态就会被抛下的恐慌。而在这种环境里，保持沉默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思维勇气。我们再从批判理论的视角来看到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家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这本书当中写道，思想不是工具，而是一种反抗。他的意思是，真正的思考不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而是为了不让自己落入现成答案的陷阱。他甚至认为，思考最大的价值在于他愿意与既有的秩序说，我还不确定。而这种延迟判断的态度正是思想的尊严，而这种尊严今天已经越来越稀有。我们再来看看文学与叙事的视角。那我一直和大家分享，我非常喜欢黑塞的小说，他就是我的就可能人生最喜欢的作家，没有之一。那我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读他的书，他非常喜欢世界各地的文化，东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各种各样的宗教。那他是我觉得算是在他的小说里面集结他所知道的各种各样的艺术表达形式，各种各样的文化形式、宗教形式，写小说写得最好的人。那在黑塞的小说《德米安》当中呢，主人翁希克莱是一个从梦里苏醒的少年，他开始怀疑大人给的价值、朋友说的道理、神父的教诲，而每一个这样的质疑都让他与世界更加疏离。他变得无法融入同侪，被认为怪异，甚至孤立。但也正因为这份孤立，他才终于听见内在的声音。德米安说，对一只未孵出的鸟来说，蛋壳里就是它整个世界。若想出生，就必须摧毁这个世界。阅读德米安的那年，我也像辛克莱一样感到无比的孤单，因为我开始发现，我再也无法假装相信别人都相信的东西了。那我自己是觉得呢，思考不是给答案，而是学会诚实的提出问题。我们太习惯找快速答案，但我发现那些陪我走过黑暗的问题，从来不是一时能解的。我为什么会这样觉得？这真的是我自己的想法吗？如果我不再讨好，我还剩下什么？这些问题不一定会马上带来幸福，但它们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更诚实的人。所以这一幕我想要说，思维的孤独不是因为我们不懂，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承认我们还不懂，还不足够懂。愿我们都还能保留这样的一点点慢，一点点沉默，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留一块地方给自己的思考发芽。所以下一幕呢，我们就走入更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暴力的孤独。那是当语言不再能够说明，而世界以压迫与力量回应你的时候，孤独就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现实。那我们就来到第5幕，暴力的孤独。当你知道自己正在受伤，却无处可逃。
有一种孤独呢，是你越努力的想要去解释，努力的表达，却发现没有人要听，也没有人愿意相信。不是因为你说错了，而是因为你所说的在他们的语言逻辑里根本无法被承认。那蒋勋在孤独6讲的暴力的孤独当中这样提到，暴力美学 aesthetics 这个美学这个词这个字不只表达表象的美，还包含着人性不同向度的一种试验。如果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在美学里如何被传递，如何被思考，如何被观察，如何被表现，这些都变成重要的议题。暴力本质呈现的是人性复杂的思考。那蒋勋他不是想要美化暴力，而是想要提醒我们，暴力不是远方战争里的东西，它存在在我们的日常里，在语言、制度、目光与沉默当中。暴力不是对立的他者，而是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语言反应、观看方式中的一种无声行为。这种暴力往往不吼叫、不动手，它用的是无法表达的痛苦，让人逐渐失去被理解的信念。那蒋勋在孤独6讲里面也提到，他长期观察这种艺术作品里面的暴力，比如说一些描绘战争描绘痛苦的这些作品里面，他发现这些不是为了渲染痛苦，而是想要提醒我们，暴力是人性的一部分，而我们必须看见它、思考它、承担它。他认为我们常把暴力想成是外部的东西，但更多的时候，它存在在我们与自己对话的方式里。那蒋勋也提到，暴力代表着碰撞、冲击、矛盾与发泄，也反映着人性的黑暗与真实。当我们视暴力为敌人，何曾有人想过，为什么人们如此崇拜战争中英勇的将军？其实无论合法还是非法的暴力，都代表着他们对暴力美学的一种着迷。所有合法的暴力都是假借着惩罚出现，冷漠的暴力、嘲讽的暴力、杀戮的暴力，借此来对外界证明合法的暴力是可以被容许的，并掩饰人们内心对暴力的一种渴求。他看到了自己内在的心里面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暴力，而那种诚实的看见是对暴力孤独的一种承认。而暴力最大的隐蔽性就在于它让人们失去表达的能力，甚至是失去解释自己的权利，而这种孤独是无声的控诉。那我们就来看看政治哲学的视角。福柯呢，他在《规训与惩罚》我们一直提到的这一本著作里面当中也指出，现代权力不是压制，而是透过细节来运作。他说，暴力不是暴君才有的东西，它存在于监狱的目光、学校的钟声、社会对正常的定义当中。你穿得不够合适，你说得不够清楚，你想得不够像他们那样，你就被归为难相处、有问题、非理性。而这些分类、语言、沉默，就是社会化的暴力。我们再来看看道德心理学的视角。强纳森·海特提出，人类的道德系统来自演化，但是每个文化选择强调的面向都不同。在以儒家文化为底的社会里面，我们就常常会这样觉得，道德往往会等于比如说克己或者是服从。因此呢，这种容忍与隐忍呢，就成为最高的德行。但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把情绪的暴力转化为自我压制的力量。所以其实呢，真正的危险它不是暴力，而是我们不敢承认它是我们的一部分。当我们否认人性当中暴力的可能，我们就没有机会去理解它、处理它。我们就像是这种极权主义社会中的好公民，外表整齐，语言得体，但内心正在慢慢的干涸。而伦理真正的困难不在于不做坏事，而是你怎么与自己的黑暗相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文化、社会学与家庭系统的视角。在华人文化当中，从小我们就被教导要懂事、听话、不闹情绪。而社会学家亚历·霍奇柴尔德就提出情绪劳动这个词。社会要求我们在职场或者家庭当中表现出特定的情绪，即使内心完全不同。那蒋勋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说过，东方文化当中的这种礼教是不鼓励我们去表达情绪，不承认矛盾的。这也使得我们会不敢去承认，我也会愤怒，我也想放弃，
我也想伤人，因为一说出来我就会变成不孝、不忠、不成熟。而另外呢，心理治疗师弗吉尼亚·萨提尔曾指出，一个被迫压抑情绪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不自觉地选择压抑他人的亲密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用文明的方式去压抑我们的情绪，但我们最终也可能用冷漠的方式去伤害我们最亲近的人，而这就是家庭里最普遍、最无声的暴力。而另外，我们再来看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视角。蒋勋的语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暴力不只是打人的一种强烈的警觉。这也让我想到罗兰巴特在《神话学》这本书当中指出，文明的语言最深层的暴力不是谩骂，而是冷静的剥夺主体。当我们说你太敏感，这没什么，不要想太多的时候，那是以理性的面具去抹除对方的经验真实。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张爱玲的小说当中，许多角色她被压抑的时候都没有大吵大叫，只有她可能提到，比如说茶没有被倒，目光没有停留，某个称谓换成一种更远的语气。而这种不动声色的轻视，正是一种高阶暴力的形式，它让人难以指出来，却明确地感觉自己正在被取消。我们再来看看媒体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暴力孤独往往也来自我们如何观看他人痛苦。媒体研究学者苏珊·莫勒他指出，在新闻与社交媒体高度刺激的时候，观看重复性的暴力画面会让我们对痛苦失去敏感度。我们会点开、关掉、分享、评论，但我们不再真正的去陪伴痛苦。比如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每一段崩溃的影片、哭泣的画面，往往在24小时之内就被新的事件所取代。这是另一种孤独，你被看见了，但是被消费的方式看见，看完后没有人留下。蒋勋也说过，暴力不是只是发生，它也存在于我们选择不看的那一刻。这也让我想起一句话，我们不是没试过说，而是没人真的停下来听。另外呢，我们从社会学与语言政治的视角来看看这个问题。皮耶·布迪厄提出象征暴力的这个概念，最强大的暴力是你以为你在说话，其实你只能说他们准许你所说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我很累，但我不能说我被压榨。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压力，但不能说我不想继续了。这些语言选择的背后，都是一整个社会对合理、合时、合群的一种价值制约。所以当你说话的方式如果太激动，或者是太悲伤、太破碎的时候，就容易会被说成你不够客观，你太脆弱了。而暴力的孤独就在这种时候很容易会发生。你不是沉默，而是你的语言永远不合格式。那另外呢，我们再来从美学与艺术的视角来看看，暴力不是破坏，而是一种表达。在艺术史上呢，蒋勋常常提到的这个法国残酷剧场的创始人安东尼·阿尔托呢，他就主张真正的剧场是要让观众痛苦的剧场。他要的不是观众的愉悦，而是要让观众不能逃避自己的不安与冲突。那蒋勋也常常提到德国表现主义、野兽派、梵谷、培根等这些艺术家，他们的笔触、颜色与主题都试图把不美的部分也带进我们的视野。像是培根画中的这种人像扭曲、脸孔模糊、背景像血一样泼洒的这种画面，那不是为了惊吓，而是一种逼近真实人性混乱的方式。那蒋勋也提醒我们，如果艺术只是呈现一种和谐与完美，那它就只是一种装饰而已。当我们从来不容许自己呈现暴力，哪怕只是一点承认我心里有一点恨、有一点嫉妒、有一点破坏的冲动，那我们也就丧失了艺术带来的一种人性练习场。我们的文明越来越正确，但也越来越压抑。这就是美学里最沉静的一种暴力。那我自己的观点呢，我也觉得我也曾经是那个说我从来不生气的人。那时候我以为我能压住情绪，那就是一种成熟。直到有一天，我在一句看似无关的话语当中突然情绪崩溃、情绪爆发，我才知道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失望、委屈、嫉妒、挫败像水库一样一直都在堆积。那一刻我才终于明白蒋勋所说的，暴力不只是外在的，它也是在你心中你不能说的那一块。
当我们一味的追求安静、合理、得体，我们也可能会失去与自己内心最深层部分的一种连结，那不是文明，而是一种失语。所以这一幕呢，我想要说的是，不是压抑自己就会变得温柔，不是不发怒就会比较高贵。有时候真正温柔的人，是那些看见自己黑暗，却选择不去伤人的人。暴力的孤独，是因为我们太害怕看见那个可能会毁坏的自己，但只有当你承认那一部分，你才可能会真正的自由。所以下一幕呢，我们就来谈谈整本书的最后一卷，也是整个文明当中最沉默的一种力量——伦理的孤独。你愿不愿意在没有掌声的地方坚持做一个完整的人呢？所以我们就来到第6幕，伦理的孤独。当我选择不背叛自己，世界可能不会鼓掌。蒋勋在《孤独6讲》的这一卷当中说过一句话，在东方社会当中，作为子女，如果不认同父母的行为，会倾向沉默服从，夫妻有离婚的念头会被劝阻打消。如果想顺从自己的心意，聆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就必须忍受伦理的孤独，走出社会对父母、子女、手足、朋友等种种关系的期待。因为即使是面对最亲密的情人、家人、朋友，仍然需要自己的空间，愿意为了自己违反伦理出走，是一种勇气。那我们常常会把伦理想象成一种道德规范、外在规则、社会共识，但蒋勋在《孤独6讲》里面提醒我们，伦理也是一种存在状态。当我们选择忠于内在的诚实，而不是社会鼓励的正确，当我们选择不讨好、不从众、不假装，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深层的孤独，不是疏离别人，而是选择不背叛自己。而这种孤独沉静、隐秘、不张扬，但无比清澈。我们来看看哲学的视角。我们知道伦理它源自于希腊文的 ethos 这个词，它本来的意思是居所、性格、习惯的意思，所以它从来不是一种条文，而是一种比较偏向于活法的概念。那伦理呢，它本来就不是讲对错，而是你是否能够对你选择的存在诚实的活下去。这也让我想到哲学家阿甘本，他谈论伦理的时候说到，伦理不是责任的重担，而是我们如何去承担活着的样子。伦理不是要你去做对的事情，而是问你愿不愿意对你自己活成的样子负起责任。这个问题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回答，于是你变得孤独，但那也正是你真正开始成为自己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伦理一般会带来孤独的感觉，因为对的事不一定是最容易的选择，而诚实很多时候都是没有掌声的。我们再来看看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视角。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他针对伦理决策来进行大脑扫描研究。他发现，当人做出违背自身信念的选择的时候，大脑的前额叶皮质会出现明显的冲突讯号，伴随着皮质醇，也就是我们说的压力荷尔蒙的上升。那这也表示我们的身体其实知道什么是诚实，不是来自他人认同，而是从我们的神经系统就已经设定好什么是对自己亏欠。而有些选择不是因为害怕别人怎么看，而是自己知道自己其实过不去。那不是一种逻辑的选择，而是一种生理上的诚实，一种知道你做不到的违心，一种你身体会不舒服的假装。而这样的诚实让你清醒，但也让你孤独。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与社会学的视角。在伦理的孤独里，有一种选择叫做不参与，它不是一种冷漠，而是当你发现整个结构本身就错了，你选择不进入。而甘地称这种姿态叫做非暴力的抵抗，而社会学家齐美尔称之为陌生人伦理。陌生人不属于任何一个群体，但正因为如此，他更能看清真相。而蒋勋在讲到这个伦理的孤独的时候，也提到这种不是对抗社会，而是对社会不合作的状态。你不觉得我错，但我知道我不能跟你一样，不是讨论输赢，而是选择不一起演戏。这种不配合常常会被误解为冷漠、骄傲、怪异，但其实它来自对伦理深层的一种尊重。如果我现在妥协了，我可能一辈子都不能面对自己。那我们再来看看美学与影像伦理的视角。伦理的孤独不只发生在选择当中，
也存在于观看之中。你是否也曾经在众人嬉笑当中看见某个人微微缩起肩膀？在集体愤怒当中，我们怀疑我们是否看错了什么？在掌声雷动的舞台上，突然觉得那些话其实都不诚实。当你看得见，那就是伦理的开始。伦理不是用来制裁别人，而是先反问自己，我是否真的理解了这个脉络？我是否给了对方被理解的空间？这也让我想到影像研究学者苏珊·桑塔格，我们一直提到他曾经指出，当我们观看痛苦的照片的时候，我们也同时在做出伦理的选择，留下或者转身。而伦理的孤独就是你选择留下，哪怕你不说话、不转发、不声援，但你愿意不离开，因为你知道你的在场就是一种微弱但坚定的伦理实践。那我自己的观点呢，是觉得孤独它不代表冷漠，它可能是我能给的一种最大的尊重。有时候我会被问，为什么你这么安静，这么不积极表态，什么话都不说？那我常常会回答呢，就是说，因为其实我还没有想清楚，我想要想清楚一点再给大家做一个回答。那我开始学着不急着去说对与错，不急着站边，不急着证明什么，因为我发现那些真正对世界有责任的人，他们说话的时候其实都是很慢的。那蒋勋也说过，伦理它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你愿不愿意好好的去看。那好好的看，好好的问，好好的沉默，好好的思考，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孤独的行为，但那是我唯一能做，而且我可以做得很好的，对一个复杂世界的最基本的尊重。那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说，真正的伦理是在无人知道的时候也不违背自己。这个时代太多事情都会被贴上标签，被集体谴责，被过度的简化。那我的频道也常常会有一些黑粉留一些质疑我的影片的内容的一些言论，那我们太容易去做判断，也太少的去聆听。而蒋勋的伦理孤独呢，就想要提醒我们诚实不是为了改变别人，而是要让自己不要崩解。而这种诚实无人喝彩，甚至会没有人理解你，甚至会骂你，但你知道这样的你才是完整的你，那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个孤独里面呢，我们不再渴望被赞成，而是愿意慢慢的陪着自己活得清明。那我们这2集的时间呢，就把蒋勋的讲到的孤独6讲里面的这6种孤独呢，都全部讲了一遍。那我希望你会喜欢这2集的分享。如果你喜欢我分享生活美学和哲学的方式的话，请帮我一个忙，点赞、分享，并且订阅这个频道。我也很希望可以听到你的想法，或者你还有什么其他感兴趣的话题，都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我会继续努力和大家分享我看待世界的眼光。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 Instagram Melvin Doesn't Know， 可以看看我的一些摄影作品，和我的 Substack 可以看看我一些用英文写作的作品。那就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希望我有一天也可以看见你的世界。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谢谢大家，拜拜。